今天这期片我会教你用最快速、最简单的方法去做出带有你自身品牌特色的片头画面，去提升你影片的质量，去让观众记住你的品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来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这类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片头画面能够展示出你的个人品牌，能够让观众快速的知道你的频道是讲什么内容的。如果你的片头画面不断的出现在观众面前，那么久而久之，观众就会记住你的片头画面，记住你的品牌。今天这期教程不需要你使用复杂的剪辑软体，也不需要你有很强的剪辑技术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熟悉的工具 Canva 来制作，并且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告诉大家你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片头画面，你应该把这个片头画面放到哪里，才会真正的帮助你的影片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教程。今天我会介绍3种设计样式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设计样式完成之后的效果。那么这个设计样式是怎么制作呢？首先我们来到 Canva 首页，点击右上角的建立设计，在这里选择制定尺寸，我们选择尺寸为1920×1080像素，选择建立新设计。首先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背景的颜色，你可以选择你任意想要的颜色，例如我选择这个颜色。接下来我们选择元素，我输入 rectangle， 在这里找到我想要的矩形，因为它现在是斜的，所以我调整一下它的方向，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。接下来我可以加入文字，我选择文字选项，选择一个新增标题，这里你可以输入任何的信息，这里我输入我的名字，然后我更改一个字形，然后改变一下字体的颜色，把它改成白色。我再调整一下底下的矩形，然后我需要在底下再加一个副标题，我选择新增副标题，这里我输入我的副标题，这里字太大了，我把字体缩小一些，然后再换过一个字形，这里调整一下字间距，调整字母间距，然后再调整字体的颜色。现在我需要加入一些装饰，我再来到元素选项，搜索 Animated Play， 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播放的动画。之后我搜索 Animated， 在这里会有很多动画的元素，你可以自行选择，例如可以加入这个元素。现在我就加入另外一个动画元素效果，然后还有这个元素我很喜欢，我把它加入到我的设计里面。现在我的设计就多了一些层次，还有这个闪烁的星星效果也可以加入到里面。像我的片头画面基本就完成了。现在我需要加入动画效果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动画，在这里就会有很多动画效果供你选择。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是带有皇冠的标志，这些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的版本才能够使用。升级到 Canva Pro 可以让你使用更多的功能，但是可以通过我评论区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的 Canva Pro。今天我们就使用一些免费的动画效果，例如有方块闪现，有缓慢浮现，有淡化，有平移，有扬声，还有滚动。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，如果你不想每一个元素都带有动画效果，你可以群组一些元素，例如我想把我的文字和我的背景群组在一起，我就可以选择这2个元素，选择建立群组，还有我的副标题和这个元素也群组在一起。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择动画，例如我选择滚动，这样我群组的元素就会一起带有动画效果。我们在这里可以调整一下时间，例如我选择3秒钟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，选择这里播放。接下来我来介绍第2种片头画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成品的效果。同样的，我们建立一个新设计，还是一样的1920×1080像素。首先调整一下背景的颜色，我们找到元素栏，搜索 Animated Play， 找到这个元素，调整一下它的大小，然后需要再加入文字，选择文字选项，新增标题，更改文字，我需要更改个字形，并且调整一下它的大小，调整一下字间距，然后对它进行加粗，调整一下它的颜色，变为白色，最后调整一下整体的位置。
现在我们就做好了第1页，我们需要做第2页。我在这里选择复制页面，删除掉这个元素，还是来到元素栏 ，Through Increase， 在这里面找到这个元素，调整它的大小。这里我们需要更改文本信息，再调整它的整体位置。现在我们需要做第3页，还是一样的复制页面，删除掉这些元素，在元素里面搜索 Animated Brush， 在这里找到一个笔刷动画，调整它的大小。现在我们可以加入一个文字，选择文字选项，新增一个标题。这里我输入我的名字，这里我需要更改我的字体，因为我的背景是笔刷动画，所以我的字体尽量是一种手写的字体。现在我就改成一个手写的字体，调整一下它的大小。然后我需要加入一个副标题，选择新增副标题，调整文字大小，并且调整字形，调整字间距，稍微调整一下位置。现在我们就做好了我们的片头画面，我们可以选择加入动画效果，例如对这个页面我选择扬声的效果，在这里可以调整时长，我选择3秒。同样的第2页也是扬声的效果，也是3秒钟的时间。最后一个页面我选择滚动效果，时长为3秒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。大家觉得前2个片头画面设计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我点赞，不仅能够支持我的频道，也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。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第3种设计样式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完成的效果。首先还是一样，建立设计，选择自定尺寸，尺寸为1920×1080，建立新设计。我需要加入一个文字，选择文字选项，新增标题，这里输入我的名字，这里需要更改一个字形，这里我需要一个手写的字形。那么这一页我们就做好了。下来复制第2个页面，在这一页我需要更改背景颜色，我选择一个颜色。那么第2页我就做完了。再来复制一个页面。首先我还是需要改变这背景的颜色，然后需要对这个页面进行一些装饰，还是在元素里面搜索 Animated， 选择这个元素，然后再加入另外一个元素。现在我就完成了这3个页面。我现在需要加入一些动画的效果。首先在第1页我选择动画，在这里我选择平移的效果，并且编辑它的时间为2秒。第2页我选择扬声的效果，同样为2秒的时间。第3页我选择滚动的效果，也是2秒的时间。现在我来播放一下。那么片头画面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？我一直强调，影片的开头非常重要。你影片的开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留住观众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影片的一开头就放出你的片头画面，那肯定是不对的，这会让观众觉得莫名其妙。所以，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应该在影片的一开头就介绍影片的主题，直接告诉观众他们能够从这期影片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信息，然后再插入你的片头画面。并且大家要注意，你的片头画面一定不能太长，尽量保持在5秒钟之内。因为如果你的片头画面太长，就会让观众失去耐心。你的片头画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快速展示出你的个人品牌。希望这期影片能够给大家很多启发，让大家制作出属于自己的专属片头画面。我之前也有做过片头画面的教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看这部影片，能够给你更多的启发，让你有更多的灵感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我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